大家好，我是 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咱们频道很少谈论文学话题，最近也是和一位热爱文学的朋友聊天，所以想和大家谈一个这两天中国文学圈的热点新闻，就是两位作家的翻车，蒋方舟和贾浅浅。先是蒋方舟在7月初被举报其硕士论文涉及抄袭，中国人民大学核查后认定了这一结论，并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没过几天，7月15日，另一位作家贾浅浅也被其所在单位西北大学通报，确认了他在16篇学术论文中有15篇都出现了语句或文字重复，以及引用标注不规范的情况。于是，贾浅浅的副教授指称，他在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都被撤销。这两个人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都是文二代。蒋方舟的母亲尚爱兰是作家，贾浅浅的父亲贾平凹更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知名人物，所以最近很多媒体喜欢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讨论，就是所谓文二代的集体翻车。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两个人的成长路径，就会发现把他们并置在一起，对蒋方舟还是很不公平的。蒋方舟在青少年时代是凭写作被认可的，人们称她是天才少女、文学才女，虽然这里明显有她那急功近利的妈妈运作的成分，而且这种天才少女的称号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和枷锁，但蒋方舟只能说是一个被过誉的知名作家，并且她后来的职业生涯也不是建立在依赖父母的基础上的。而贾浅浅就严重多了，她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踩在父亲铺好的路上的。贾浅浅本科就读于西安的西北大学，一毕业就入职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担任教师，而巧的是，他的父亲贾平凹当时正好就是这所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不过要在学术圈里发展，本科学历还是太低了点，于是贾浅浅在2006年又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了文艺学硕士，而他的硕士论文选题就是研究他的父亲贾平凹。贾浅浅的学术成果大多数都是围绕父亲的，比如研究他爸爸的书法、绘画、小说的叙事策略等等，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抽象的点了。然而更抽象的地方是，即便是研究自己的父亲，他也仍然是大量抄袭的。看来对贾浅浅来说，即便是面对最熟悉的对象，独立的完成论文也仍然是一件太困难的事。贾浅浅另一个饱受批评的点，就是他所写的那些诗，如果那还能叫诗的话，他的一些诗充满了排泄物的意象，也就是屎尿屁文学。那这期视频我并不打算去挖掘他是如何抄袭的，因为这个话题在网上已经有大量讨论了。我们这个频道不是时事热点频道，我更想做的是挖掘一下贾浅浅和他的父亲贾平凹之间那种畸形的父女关系，以及他们自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贾浅浅的文章《我的父亲贾平凹》，这是一份歌颂父亲、展现父女情深的材料，然而也精准地展现了贾平凹和贾浅浅关系的病理性成分，并且正是因为当事人对自己的心理结构完全没有反思能力，所以才会把这些病理性成分当作值得庆祝和炫耀的东西。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贾浅浅说道：我从小到大特别崇拜我父亲，除了不读他的书，不看他写的文章。这句话实在是令人震撼，让你觉得这个人的心思好简单，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他父亲作为一个作家，他却不读他父亲的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即使研究自己的父亲也要抄袭别人。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崇拜他父亲的呢？他用狂热来形容这种崇拜。他说父亲爱吃辣，自己就模仿父亲吃辣，把自己吃到胃痛。父亲不爱吃肉，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沾荤腥。贾浅浅很反感抽烟，而贾平凹则经常在书房里吞云吐雾。然而贾浅浅说自己到父亲的房间里，虽然看到烟雾缭绕，但就是闻不到烟味，只是从父亲的书房出来就感到头疼。陈小春因为和贾平凹有相似的嘴唇，贾浅浅就喜欢他喜欢的要死。
从这些细节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病态的父女关系。贾浅浅对他父亲的崇拜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丧失自我、消灭自我的地步，甚至可以屏蔽自己的身体感受。他在意识层面把父亲的一切都当作自己必须热爱的东西，而那些无法在意识层面被处理的冲突，就转化为了身体层面的疼痛。只是这些疼痛甚至被贾浅浅当作值得骄傲的东西来展示。他的胃疼和头疼都是因为他正在热烈地追随父亲。而结尾处，贾浅浅说道：“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要做他最宠爱的女儿。”这句话背后透露出一种深刻的嫉妒和不安全感，因为贾浅浅其实是贾平凹和第一任妻子韩俊芳的女儿。后来贾平凹和韩俊芳离婚，此时的贾浅浅大概13、14岁，之后就主要跟着母亲生活。离婚后的贾平凹在住院期间喜欢上了比自己小17岁的女护士郭梅，并生下来第2个女儿。那么童年时代的贾浅浅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氛围里呢？根据公开报道，贾平凹当时工资不高，晚上回家写小说，要求家里保持绝对安静，因此韩俊芳在家里走路蹑手蹑脚，连咳嗽也要压低声音，洗菜时担心水流声太大，还要用布把水龙头包上。女儿一哭闹，韩俊芳就把女儿抱出院子。贾平凹有时候熬夜写作，韩俊芳还要给他做饭。韩俊芳也是一位职业女性，又要照顾女儿，操持家务，可以说承受了巨大的负担。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贾浅浅童年的家庭氛围。这个家庭是一个围绕贾平凹创作而展开起来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只有父亲的写作是真正有价值的、高贵的创作活动，而母亲和女儿的存在都必须为创作让路。母亲要走路不出声，要压低咳嗽声，要用布把水龙头包起来消音，女儿一哭就要被抱到院子里去。母亲把自己作为一个有需要、有身体、有情感的女性主体，几乎压缩到了不存在的程度。而这就是贾浅浅在自己童年所亲眼看到的女性的生存模式。她的母亲是这样活着的，她的父亲对母亲提出这样的要求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她自己作为一个正在长大的女孩，自然也会本能地内化这套逻辑，想要靠近父亲，想要被父亲喜欢，想要在这个家里获得存在感。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像母亲那样学会自我消音，牺牲自己的身体感受，学会把父亲的一切偏好当作自己的偏好。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贾浅浅不读父亲的书。依恋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依恋关系中一层一层生长出来的。最早和最开始的自我是躯体自我，婴儿通过自己的饥饿、舒适、被拥抱等躯体体验，形成最原始的自我感。然后是情绪自我，婴儿通过和母亲的情绪互动，从而识别自己的情绪状态。然后是表征性自我和反思性自我。最高级的自我就是反思性自我，也就是能够把自己和他人都视为有内在心理状态的存在，能够思考自己和他人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能够为他人的心理活动和心智状态建立模型。这种心智化能力是一切阅读和理解的前提，因为你要读懂一本书，你需要暂时悬置起自己的想法，去想象作者的心理状态。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独立的自我，这个自我不会因为让另一个心智暂时进入就崩塌。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两个独立心灵之间的一场相遇，而不是完全的融合。而贾浅浅在和父亲的关系中，大概只停留在躯体自我或者情绪自我上，因为那种高级的反思性自我是需要良好的依恋关系才能发育出来的。儿童需要一个能够识别自己心理状态，并把这种状态准确反射回来的抚养者，才能够逐渐认出自己。而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被这样准确的静应过，他的心智化能力就无法真正生长出来，他只能在身体和情绪层面上与父母被迫保持紧密的融合与共生。父亲爱吃辣，他就爱吃辣；父亲喜欢抽烟，他就连烟味都闻不见了。这就是贾浅浅无法阅读和理解父亲的原因，
因为阅读首先需要你和父亲拉开一定的心理距离，让父亲变成一个可以被自己评判、审视和分析的具体的人。但这对于贾浅浅来说是灾难性的，一旦这样做，他自己的那个父亲最宠爱的女儿的身份也会崩塌，他会感到深入骨髓的恐惧和不安。所以贾浅浅一辈子的活动，无论是对父亲的赞颂和崇拜，还是学术上的抄袭，其实都是同一种心智模式的不同表达，即一种和父亲紧密共生，无法进行独立心智活动的状态。现在我们来看贾浅浅的另一个饱受批评的点，就是他所写的那些诗充满了排泄物的意象。当然也有人为他辩护，说凭什么诗歌和文学就一定要充满风花雪月，要高雅和优美呢？污秽肮脏的东西凭什么不能进入文学和艺术呢？为什么他们不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先锋，一种后现代精神的体现呢？比如说19世纪的法国的确出现过一派尸体文学，对死亡、腐烂、尸体这些意象进行了相当唯美的描写。我也非常同意，文学和艺术从来不需要去排斥所谓的黑暗和不雅，很多具有冒犯性的、不守规矩的、打破常规的东西是可以带来真正的生命力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不雅和越界都自动构成一种先锋。所谓的解构、后现代、先锋这些词，在当代文化里反而经常沦为一种平庸的姿态，一种愤世嫉俗的时髦、无的放矢的激愤。真正的解构必须建立在一种更深的洞察力之上，一个人需要先深刻理解和进入罗格斯精神，然后才能理解对罗格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这是需要极大的知识劳动的。而贾浅浅的诗并没有解构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排泄物这些意象堆砌在那里，然后就等着读者自动地把打破常规的光环赋予其上。这是一种伪装成先锋的退行。贾浅浅为什么极度的退行？我们说，一个文本中出现了排泄物的意象，要么它是作者有意识地调用这种禁忌来实现隐喻、反讽、陌生化等文学手法，要么它就只是反映了作者本人心理水平的原始，也就是停留在一个婴儿时期的排泄的状态。贾浅浅显然是后者。由于他与他父亲是紧密融合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看看贾平凹本人的精神世界是不是也在类似的位置上。并不意外的是，贾平凹本人也是非常退行的，只不过他的退行方式和他女儿处在不同的层次上。贾平凹毕竟是一位掌握大量历史典故、乡土风俗、博闻强记的作家，他还可以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而到了贾浅浅这里，连这层文化都没有，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排泄物的堆砌。我们先从贾平凹的身份说起。贾平凹来自陕西丹凤县的地花镇，他的青少年成长在苦难贫穷的农村，后来他进入西北大学学习，发表了更多作品，在80年代逐渐成为了西安的文化名人。然而他一辈子的自我认同就是农民，他的自传体小说书名就叫《我是农民》。在他的小说《秦腔》的后记中，他对自己进行了坦诚的剖析。他说，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他既感激乡土的养育，也憎恨乡土的贫困。当他前往西安时，他说要把这身农民的皮剥下。后来他说，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骨头里的。可以说，他的精神始终立足于乡土而非城市，并且这种乡土本位不是简单的对农村怀念和感伤，而是充满了对现代文明的怀疑和排斥。他的作品尽管也描写了乡土社会的贫穷和苦难，但他最终仍然立足于乡土社会的温情，这典型地体现在贾平凹本人对于贩卖妇女的态度上。2016年，贾平凹发布了自己的新书集《花》，写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从被拐卖到出逃，最后又回到拐卖她的乡村的故事。贾平凹对记者表示，如果这个男主角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这番令人震惊的言论，说明了贾平凹是真心认为乡村买卖妇女是一种值得同情和理解的文化，
尽管他也知道这是犯罪，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乡土世界的一切习俗都比现代社会的规范更值得尊重。贾平凹所讴歌的那个乡土世界，是一个前现代和前文明的伦理秩序。身体、性与暴力的原始性都可以以文化厚度的名义被保留下来，在他的笔下，甚至还充满一种温情脉脉的美感、宁静隽永的历史感和意味深长的伤感。因此，贾平凹又有一种典型的进城农民的心理结构，尽管他是在城市中才成为一个知名作家的，但他的整个心理结构一直保留着一个农村青年对城市的复杂心态，既向往又警惕，既想融入又想保留自己的根，既享受都市带来的资源和社会地位，又对都市的规则怀有一种敌意。这种心态典型地体现在贾平凹发表于1993年的小说《废都》，这是贾平凹很少见的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文本。主人公庄之蝶是西京市的一位大作家和文化名人，他在西京活得如鱼得水，人人都想一睹他的风采，然而他却对城里的一切深恶痛绝。为什么呢？在贾平凹的笔下，城市往往是堕落、虚伪和压抑的代名词，而乡村的原始本能，哪怕是粗暴和兽性的，也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生命力与哲学高度。在《废都》里，庄之蝶建议刘嫂养的奶牛，被贾平凹赋予了哲学家的视角。这头代表着乡村与原始生命力的奶牛，在审视西京城时就想到，现代文明使人严重退化，变得越来越脆弱。比如，现代人怕蚊子咬，怕吃不干净的食物，怕下雨刮风，需要电梯、空调、暖气，需要牙刷和牙签。人类都不如一棵草更能生存。而那些原始人，比如5、6千年前的半坡人、秦皇兵马俑，这些高大的祖先才是真正的人。现代人退化的只剩一个头脑了，而城市就是那些不能适应大自然和宇宙，怕风怕冷怕晒的人集合起来的地方。如果把人放在草原，人都不如一只兔子，甚至不如一个七星瓢虫。这段话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波尔布特。然而，贾平凹所描绘的那个高大、健壮、无所畏惧的原始人其实是不存在的，那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类学对象，而是贾平凹为了对抗现代文明的心理压力所创造出来的浪漫幻想。真实的原始人寿命很低，且大多死于各种各样的感染、寄生虫、饥荒、战争、寒冷之中。他们并非不害怕，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由于迷信和知识的匮乏，原始人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在伤害自己，把那种由于无知导致的全能感当作勇敢，这是一种很不成熟的想法。而贾平凹所谓的人类的退化，恰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不应该被暴露在赤裸的大自然之中去自生自灭，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这种认识本身是需要极大的心理成熟度的，你必须能够承认自己不是全能的，承认自己会疼会病，承认自己需要社会的支持，这才能发展出文明。贾平凹本人从小体弱多病，且成长在一个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乡村，他对病痛的处理方式就是靠拔火罐、用瓷片划破皮肤放血、请神做法这些前科学的方式。因此，当他讴歌那些原始人，甚至是讴歌野草和兔子时，他也是在讴歌他自己那些极端匮乏和痛苦的身体经验，并将其重新命名为一种雄壮和坚韧。然而，这种全能感在现实生活中注定要碰壁。贾平凹即便在怀念乡村，他也必须生活在城市里，与那些他所反感的条条框框打交道。这就是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总是感到虚弱破碎的原因。庄之蝶神经衰弱的厉害，连性功能几乎都要丧失了，而庄之蝶恢复生命力的方式，便是和一个又一个崇拜自己的女性做爱。小说中庄之蝶的女性崇拜者并非崇拜她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而是崇拜她的艺术家做派，她的知识和精神品味。比如唐婉儿对庄之蝶说，你是作家，你需要不停地寻找什么刺激来激活你的艺术灵感。女人的作用是来贡献美，贡献出来，
也使你再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再比如小说中描写庄之蝶和阿灿做爱之后，阿灿说：“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你是不知道我多么悲观、灰心，我只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而你这么喜欢我，我不求你什么，不求要你钱，不求你办事，有你这么一个名人能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我们说，这完全是贾平凹自己幻想的产物。他幻想的不仅是占有这些女性的身体，更是占有她们的灵魂和精神。我们之所以说这些幻想是空洞和不切实际的，并不是说现实里没有这样把自己献祭、牺牲和奉献给某个艺术家或者名人的女性，而是说这样的女性必然有她复杂的心理动机和内心挣扎，比如试图借助这个名人的身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对抗自己早年的匮乏和空洞。再比如一个童年被父亲严重忽视或情感剥夺的女性，可能很容易从一个男性高位者身上体验到强烈的依恋感。他们对这个高位者的迷恋并非出于理性的认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投射和幻想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个男性高位者的迷恋往往也是隐藏着深刻的警惕，甚至是仇恨的。这才是人的复杂之处。而贾平凹笔下的女人似乎都毫无内心世界，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虽然贾平凹也描写了她们有一些复杂的历史和伤痕，但一旦遇到了庄之蝶，这些女性的内心复杂性就都被磨平了。她们没有因为遇到庄之蝶这样一个大作家而对自己的命运有更多的反思，相反，她们陷入对庄之蝶的无脑崇拜之中。我们看不到她们内心的挣扎和撕裂，她们的一切内心活动都是为了庄之蝶而存在的。如果作者真的把她们的心里挖到底，他会挖到很多黑暗的、复杂的，让他们的献祭显得不那么纯粹的东西。不过贾平凹大概是没有能力挖掘这些东西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任何世俗地位有差距的关系都必然是不平等和伪自愿的，关键在于精神和灵魂的互相看见。不过在庄之蝶和那些女人之间，我们几乎看不到她们之间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交流，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表面上庄之蝶吸引女性靠的是精神和文化，但小说中的男女互动似乎只剩情感强度的堆积和一场又一场的性事。庄之蝶没有对任何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产生过兴趣，也没有哪个女性作为独立心智真的走进过庄之蝶的精神世界。这同样是一种相当原始和退行的心理状态。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贾浅浅的诗歌了。我们说贾平凹的退行方向是通过对女性的 sexualize 来回到那种原始的自恋状态，而贾浅浅连成为一个可以被欲望的性化女性这个身份都无法建立。在她童年的那个家庭里，作为一个成人女性存在这件事本身是不幸的。如果贾浅浅让自己作为一个性化的女性存在，她就会被父亲所吞噬，成为父亲小说里那些献祭型女性中的一个，重复母亲的命运。她要退到的位置是一个在性别化之前的无性别的位置，也就是婴儿期的排泄阶段。在那里，身体只是一个进食排泄的装置，没有欲望和性别，也没有可被凝视的价值。一般来说，男性和女性的退行方向是有差异的。男性的退行常常是外向的、占有性的、吞噬性的，比如通过向外获取女性的身体、酗酒、施加暴力、追求权力和财富等方式来对抗内在的空洞。而女性的退行则常常是内向的、消灭性的、身体化的，比如厌食、暴食、自伤、身体症状，使自己无能化。这不是本质的性别差异，而是社会文化规训的结果。贾浅浅那些粗俗的、令人反感的诗歌，反而揭穿了贾平凹的精神状态。那些被所谓的文化包裹起来的东西，拨开来看，其实就是这些最原始的身体意象。中国社会有很多非常倒退的东西，都被包装成一种非常浪漫或者先锋的文化形式。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
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